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谈谈理解抑郁症。大众对抑郁症有很多的误解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澄清一下，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身边的人，给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微博的网友走饭，在2012年3月份自杀了。在自杀之前呢，发了一条信息，我有抑郁症，所以呢就去死一死，没什么重要的原因，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，拜拜了。然后呢就自杀了。这个话讲得轻描淡写，好像去死一死就跟我们去吃饭一样，但是呢让人看了非常的心酸，就是觉得很遗憾。在这之后呢，有150万的留言，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呢有58万的粉丝。有一个研究他分析了遗言下面的1万多条留言评论，结果发现留言者中说自己有抑郁症的9%，表达自杀意念的呢占14%，负向表达的呢占77%。所以呢从这里来看呢，就是还蛮多人处于这种抑郁和抑郁的情绪当中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大众对抑郁症有哪些误解。通常第一个误解就是，不是现在的人怎么这么脆弱又没有什么烦的事吃得好穿得好，你怎么就想不开了呢？怎么就这么痛苦呢？是吧？我们很不明白。那么我们来结合着我们大众普通人的生活状态，去理解一下抑郁症的人怎么回事，来破除这种误解。我先讲第一个，睡眠。我请问大家，您连续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睡不着，你白天是不是会很烦，干啥不行？那你想想一下，抑郁症的患者数月数年的睡不好着觉，那他白天干啥能干得行？你去理解他这种感受，你就发现他就会干什么都觉得比别人要差一口气。这第一。第二，我们讲自杀。有人说你有没有什么烦的事，你怎么想不开呢？怎么就不想活了呢？大家不能理解是吧？我再打个比喻，这个对人生的倦怠打个比喻比如说你们觉得咱们学的学习没意思，不想学了，大家有这种感触吗？工作没意思，哎呀真没意思，我不想干了，有这种感触吗？那么抑郁症的人，人生没意思，不想活了，这个原理呢是差不多的，感受也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你就能理解他是怎么来看待人生，就跟我们怎么看待工作和学习这件事是一样的。好，他不是脆弱第二呢，他就说人人都有不开心的时候，想开一点就好了嘛，是吧？谁都想高兴，想轻松，不郁闷，但是想是一回事，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，他有时候是能力的问题。我们再举例子比如说我在台上讲课，我很紧张，我告诉自己我不要紧张，但是我就是紧张所以呢你光给自己讲道理是没用的，他还不是说你想开一点就好了，他有很多的技巧，有很多的方法，有很多的这个要把事做在前面，这是我们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。好，不是你平常看着挺好的，你不会是装病吧？告诉大家，抑郁的人抑郁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，他是指向内心的愤怒，是对自己的不满，是把这种力量负面的力量指向自己。哎呀我真没用，哎呀我干啥不行，指向内心的。所以呢他是朝自己的，不是朝外部的。因此呢抑郁症的人与人交往，他与人为善，所以呢他可以活泼开朗，与人为善，但是呢他内心的痛苦你看不出来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导致抑郁的人呢，别人很难辨别。跟你平常阳光开朗的，你怎么就突然间某一天就那啥了呢？反过来，天天对别人不好，天天攻击别人，对别人不客气的人，他的这个能量都指向外部，他对自己呢还蛮好的，有可能。所以呢长期跟自己过不去，容易抑郁，对自己不好，对别人好，长期跟别人过不去，容易人格障碍，他对别人不好，他对自己挺好的。就像我们俗话说的，这个好人不长命，坏人活千年，这个意思说的什么呢？他可能跟他的这个心态有些关系，这种表现。所以呢大家注意你不要以这个人活泼开朗，与人为善，
来判断这个人活得痛不痛苦，一个是朝外，一个是朝内，它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么破除这些误解，还有哪些误解呢？比如说他得了抑郁症，离他远点。注意啊，抑郁症的人他不会攻击别人，他是攻击自己，所以呢通常他是安全的。你这样离他远点的话，给他贴标签，同时呢对他区别对待的话，反而呢会给他造成很不利的心理康复的环境。所以呢就像正常人一样交往就行了，甚至我们还可能去温暖他，去关注他。好，还有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都干不了就完了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抑郁症完全有康复的可能，即使是重度的抑郁症它也有康复的可能，不是说一辈子就离不开这个病了，同时呢也不是一辈子要吃这个药了，它都有康复的可能。好，当然得了抑郁的人以后啊，这个他的心气儿比较低落，他没有活力，他是缺乏行动力，确实有可能，哎呀我连床都起不来，哎呀我门都出不去，哎呀我家务事都不想干，我吃饭都懒得吃，这种它是有可能的，但是这是属于这种病症当中，但是康复以后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哈。接着第三个，病耻感呢延误了治疗时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我们通常觉得这个抑郁了就跟情绪一样，生气啊烦恼是一样的，过几天就没了，就过去了，但是它是慢性的。抑郁的话，抑郁症的话，而且呢有人觉得哎呀我去看心理医生啊，看精神科，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，有这种病耻感，它不是脑子有病，它就是我们精神上的感冒啊，精神上的感冒。所以呢延误了治疗时机。通常早发现早治疗，在第一次发作的初期治疗是最好的，这个效果是用最少的水扑灭最小的火。那延误了治疗时机，那就耽误了。所以呢第四呢，很多人认为心理疾病可以自愈，不需要治疗，但是不是的。它有些这个心理的疾病，它会形成自动化的认知，它有很多这种习惯，甚至呢大脑生理上有很多的变化，它需要经过系统的治疗才能够康复的。好，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啊，大约有80%的抑郁症的患者没有被识别，别人不知道啊，看不出来啊，他自己呢也没概念呢。同时呢有90%没有得到系统的规范的治疗。好，面临着我们抑郁症啊，面临着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，治病困难、病耻感等等问题。那么我们想通过这门课呢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刚才我们接下来看宏观数据啊，抑郁症的终生发病率 6.8， 就是一辈子当中得过这个病的人，过去1年当中 3.6， 过去1年当中得过的。产后抑郁 15%， 然后呢中学生 28.4%， 大学生总结了09年到19年的数以十计的文献，抑郁症状的 31.38%。 这个抑郁症状呢可能离抑郁症还有点距离，它是通过量表测量的。老年抑郁呢 25.5%， 所以这个宏观的数据呢也比较惊人啊，我们要提起警惕。好，我们通过这门网课啊，来让公众呢接受这种关于抑郁症的相关的心理辅导的教育呢，能够更好的了解抑郁症的相关知识，消除我们对抑郁症的人的刻板印象和歧视。我们要离他远点。什么叫离他远点？那搞得他更抑郁了。好，为抑郁症的患者创造良好的心理康复的环境。还有呢，我们的患者啊，包括抑郁的人呢，我们学习相关的知识，识别自身的症状，充分了解这个症状产生的原因，采取科学的态度来应对，这是我们这门课的重点。那么叫抑郁症的心理辅导。好，关注抑郁症，普及抑郁症的相关知识，对预防和治疗抑郁症都有积极的意义。好，这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目的。好，本讲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